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登上疯马秀，有人说这是在物化女性，又有人说这是自由女性的象征，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Lisa 上疯马秀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9月底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登上了法国巴黎的疯马秀，这不只是 K-pop 偶像第一人，还是亚洲名人的第一次。这个消息一宣布就轰动全球，一张要价台币8600元的门票瞬间被抢光，但同时间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疯马秀的表演非常的大胆火辣，女舞者会几乎全裸演出，尺度非常露骨。而即使呢最后 Lisa 在演出时没有裸露3点，但还是有人认为 Lisa 在教坏小孩，不能够理解她为何要自甘堕落。除了有网友要他不要自称是 K-pop 偶像，非常丢脸，还有韩国媒体呢直接用猥亵淫乱来形容他，甚至连到场支持的 Blackpink 其他成员都被批评是同流合污，炮火非常的猛烈。不过也有人认为Lisa 的演出是一场艺术，没有必要带着有色眼光来看，而且有很多的时尚设计师、欧美艺人都曾经跟疯马秀合作过，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到底什么是疯马秀 ？Lisa 上疯马秀为何会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说疯马秀在物化女性，这又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冷冷的秋冬就是亲密约会的大好季节，你准备好跟另外一半一起泡个温泉，共度浪漫的圣诞夜了吗？如果你想让感情更升温那就不能够错过义务梗塞团队一系列超好评的亲密交流线上课程，当中有被 PTT 西斯版好评推荐的大人的床上家教班线上课程，传授给你让身心愉悦的互动技巧，创造难以忘怀的恩爱时光，更能够让两人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如果这一次的约会想要来点新花样，也可以试试后花园、玩具课、轻调教等等的多元玩法。现在义务梗塞旗下的课程呢，有限时的合购优惠，买多赚多，最低6折，是你提升亲密技巧的大好时机。详细的课程内容与优惠的资讯，请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趁火热约会来临之前，赶快把你的恩爱招数准备好吧。1951年，艺术家伯纳丁创立了疯马秀，这是法国非常知名的卡巴莱夜总会。卡巴莱是一种表演形式，它介于音乐剧、歌厅秀跟演唱会之间。台湾电影配乐家王希文形容，就像是一种带有百老汇风情的台湾歌厅秀，台下的观众可以一边吃着餐点，一边享受表演。不过疯马秀并不是单纯的歌舞表演而已，它以裸露的女体为特色，跟红磨坊丽都秀并称为巴黎3大秀，是很多人去巴黎体验夜生活一定要看的表演。但是疯马秀它跟红磨坊、丽都秀的定位又不太一样。红磨坊与丽都秀呢，主打夸张的装扮跟华丽的舞台设计，带给观众激情澎湃的表演。疯马秀则是利用女性裸体结合灯光、布景以及歌舞表演，创造出具有声光效果跟视觉张力的表演。著名的演出有浴缸秀、椅子秀、香槟秀等等。有观众形容疯马秀的表演火辣、刺激、煽情但不色情。不过，虽然疯马秀的演出内容听起来很男性取向，但其实他们一开始锁定的是贵妇阶层。创办人伯纳丁非常的崇拜女性形象，对女性的身体、行为方式以及整体的女性气质非常着迷，所以他想要把艺术创作跟女性结合，变成表演的焦点。对他来说，裸体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演出过程当中喷发的女性气质和艺术氛围，而这也是他把疯马秀开在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的原因。乔治五世大街位在巴黎著名的金三角区，是很多的精品时装的聚集地。他认为会在这里走动的客人，也就是上流阶层的贵妇们，更有机会看到表演当中除了裸体以外的艺术创作。当时疯马秀的隔壁就是以高级定制服起家的奢侈品牌巴黎世家，他们的创办人担心疯马秀的这个店面装潢不够时尚，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客户的观感，所以就跟疯马秀的老板伯纳丁交换条件，只要他愿意改变装潢，那巴黎世家可以为他们提供服装。从此开启了疯马秀与当代时尚设计师的合作，而这个举动呢，也正好打中了他们目标客户的喜好，观众越来越多。香奈儿的前创意总监卡尔拉格菲，还有为美国歌手马丹娜设计出肩椎胸罩的高缇耶，他们的作品都曾经登上疯马秀的舞台。此外呢，一双要价上万元、法国知名红底高跟鞋的创办人鲁布托，他不只为疯马秀设计表演，提供专属的鞋款，甚至还亲自上台演出。就连椅子秀上面的道具经典红唇沙发，都是由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亲自打造。疯马秀的创意总监安德烈形容疯马秀像是一本时尚杂志、一场艺术展览、一次博物馆漫步，既美丽又具娱乐性，男女都喜欢。
不过也有人抱持着反对的看法他们认为大家都过度的美化疯马秀，它的本质还是在物化女性。首先，疯马秀的英文呢是 Crazy Horse， 跟英文当中的妓女 horse 发音非常类似。有人质疑创办人呢就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嘲讽疯马秀是妓女脱衣秀，从名称就开始在歧视女性。再来，疯马秀的舞者挑选标准呢，也让很多人不满。根据媒体报道，每年疯马秀呢大约会收到500份的履历，但只会有20名的新舞者被录取。录取率会这么低都是因为疯马秀的标准超级严苛。创办人伯纳丁规定呢，要成为疯马秀的舞者，身高必须要在168到172公分之间，然后腿长只能够在112到115公分，两边乳头的距离呢，则要在21公分之内，而肚脐到耻骨则不能够超过13公分。这种几乎是在找复制人的严格规定呢，引发了物化女性的质疑。有人认为疯马秀过度强调女性的身材，把女性变成让社会大众欣赏的视觉物件，完全忽略了她们本身的能力跟思想。中国艺人徐娇呢，甚至还在社群上面批评 Lisa 的表演，说她只看到被性化的职业女性。不过，徐娇的评论呢，也引起了部分网友的不满。这些人认为性化或是物化的解读过于狭隘，完全忽略了这表演者的自主意识。有人认为 Lisa 在韩国团体 Blackpink 当中本来就是舞蹈担当，甚至还是韩国公认的舞后。像她这个样子已经处在顶尖的表演艺术者呢，会想要追求突破是非常合理的。对她来说，或许上疯马秀是一种挑战自己极限的方式。那如果只把她的表演当成是性化或者是物化，反而忽视了她的努力，也窄化了表演艺术的价值。不过也有人认为就算真的像外界传言 Lisa 上疯马秀是为了要取悦欧美市场，甚至是为了讨好绯闻男友而自愿性化，那又有何不可呢？ Lisa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年女性，她对于自己的身体跟行为都有决定权，她可以自由的裸露身体，展现出她的欲望，大家都应该要尊重她的决定。而且根据报道，疯马秀的艺术总监安德烈呢也表示说 ，Lisa 会参与演出，是因为她本身就是疯马秀的粉丝，不止常来看表演还会去后台跟舞者拍照。那为了这一次的表演呢，她除了多次的秘密彩排，还亲自参与节目的规划。安德烈认为，疯马秀已经成为了一个女性自信、自由、自在的象征。Lisa 在决定要参与演出的过程，也完全展现出了自由女性的样貌跟态度。而演出之后呢 ，Lisa 也在 IG 上面放上了表演照，对疯马秀喊话说：“缺人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我。”很多人认为从这些细节呢，就可以看出 Lisa 不只是自愿参加，还表演得很开心。但也有人担心呢，就算 Lisa 本人自愿好了，那其他女舞者呢？她们可能不像 Lisa 一样拥有选择权。有人认为，除了物化呢，在疯马秀的表演当中还隐藏了阶级的问题。平常一场疯马秀的门票价格呢，通常在台币3到4千元左右，可想而知能够进场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属于中产阶级。但是台上表演的女舞者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东欧相对贫穷的国家，像是乌克兰或者是塞尔维亚。他们演出时薪呢，换算下来大约只有台币548元。虽然这个时薪呢，相较于一般的打工仔来说呢，算是蛮高的，但他们不只要通过严格入选的标准，还有3到5个月的密集训练，甚至表演时呢，必须要上空露出胸部，不像是 Lisa 能够穿着3点式的服装。2012年，疯马秀的舞者就曾经罢工过，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薪水比其他同业低，主管呢还把他们看成随时可以更换的物体，完全没有受到该有的尊重。所以有些人认为，疯马秀是一种有钱人在剥削贫人的娱乐 ，Lisa 不应该参与演出，间接的助长这种情况。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Lisa 身为世界级的偶像，还有很多的未成年粉丝，这些粉丝的心智可能还没有发展完全，很容易受到影响而跟风。或可能有经纪公司用 Lisa 参加过疯马秀为由，强迫旗下的艺人必须要以这种表演为目标。有些人担心在这些情况之下，还能说他们的选择是自由的吗？这一次 Lisa 上疯马秀的争议呢，让我们联想到过去女性主义对于美的讨论。有些人认为呢，女性不应该化妆、瘦身、整形，因为这些行为大部分都在迎合社会的期待。女性不应该顺应这些对于美丽的潮流标准，很可能会成为这个社会结构下面的帮凶。但也有另外一派的人认为呢，女性并不是弱势族群，相反的，她们有权利自己去定义什么叫美丽，并且由自己决定要呈现哪一种美，不应该把这些行为都看成屈服在社会的眼光之下。我们认为这2个观点其实都同意，女性应该要主动做自己，不要为了迎合他人而忽视自己的需求。但他们立场分歧的关键，或许是因为女性化妆、整形、瘦身，到底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期待，跟风时尚潮流，还是出自于他们的自主意识？这真的是很难厘清。
因为不止女性我们所有人在生活当中都会受到社会结构跟社群媒体的强力影响，实在很难单纯去区分这些选择背后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另外，这些事情会烧这么大或许是因为 Lisa 曾经以帅美自信的形象鼓舞了很多的女粉丝，但她这一次的决定可能会让那些粉丝呢有种人设崩坏的感觉。这种情况让我们想到之前怪奇比利穿马甲所引发的争议。作为一个偶像呢，他们的每个选择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感受、对自我的认同，甚至是命运。但是在偶像的身份之外，他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会有自己的偏好跟想法，要做出一个能够让全部的人都满意的决定，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不确定 Lisa 在这一次的角色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经历过挣扎或是犹豫，但看到她努力的准备彩排，在社群上面分享演出的照片，我们猜想或许对她来说已经做出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了吧。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是 Lisa， 明明知道上疯马秀会被骂，你还会接下表演吗？会我觉得忠于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并不会我觉得身为偶像，尽可能的不要起争议才是负责的表现。所以不知道可能要仔细计算得失之后才能够做决定。提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Lisa 上疯马秀。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Billy 穿马甲以及 Girl Crush 现象。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史上最期待终于抵台 ，iPhone 15全面进化，中华电信行动网络冠军，精彩生活即刻启程。搭指定资费享最高5000购物金，旧换新再折2000，限时加码抽100万 Honey Point，为精彩而生。iPhone 15极速申办。